看地图玩云林，我将用看地图的方式告诉你们云林有哪些景点及他们现在的情况如何。首先是云林的交通枢纽，云林高铁站。云林高铁站位于虎尾，它前面有一个美人树赏花点，每年11月中下旬至12月是花海盛开的时候，会举办活动和市集。接着我们去虎尾市区吃饭，吃饱后可以到附近的虎尾黄金铁三角逛逛，它们由日治时期的旧建筑2次改建而成。合通厅舍由消防局变成书局和咖啡厅，虎尾郡役所由警察局变成布袋戏博物馆。进守官邸则从首长官舍变为云林故事馆，另外故事馆的对面有一个云林记忆库之前是地震事务所，现在变复合式餐厅。这些景点都是免费参观，不过有些在礼拜1和礼拜2会休馆，要注意一下。往下走有一个虎尾糖厂，但比较特别的是，这个糖厂还有在营运，是不开放给散客参观的。不过它的冰品布在外面，一样可以去吃冰。礼拜3和礼拜5的晚上，还有虎尾夜市可以逛。这附近有一个冷门景点，曾经的国宝级歌手邓丽君的幼年故居，但是它就是一个小三合院，而且还要收门票，不是歌迷的话可以不用特地前往。往海边走有一个四湖海岸植物园，这植物园需要预约才能参观，在入园前3个月到10天之前，以信函、传真或电子邮件向嘉义研究院申请，信内要注明你的入园日期、人数及全体参观人员的名册，包含姓名、出生年次和身份证字号。负责寄信的联络人要加注电话，寄出后嘉义研究中心会在1周内回复处理。未取消申请但无故未到的话，在3个月内是不能再申请入园的，并且联络人要带身份证在入园的时候核对身份。最好是能够再参加园内的导览，对于海岸和红树林的植物会更加的了解。散客只能预约早上9点那一场。往下走到3条轮海水浴场，这里之前因为设施老旧和管理不善，看起来被荒废，但这几年云林政府好像有渐渐的翻修这里，口碑有比较好的感觉。或是等每年7、8月举办音乐季的时候再顺道参观。再往下靠近嘉义的北港有个朝天宫，每年农历3月会举办妈祖绕境，会释放非常多的鞭炮，很热闹。肚子饿了也可以顺便在前面的北港老街吃东西，这附近也有个糖厂可以吃冰。到目前为止介绍的景点大部分都能够搭乘台湾好行到达。那么如果到达高铁站后想要往东走去斗六呢？我们可以搭乘高铁站提供的接驳车前往斗六车站。车站前面有个路长600公尺的太平老街可以吃饭，旁边有个园中街，是由日治时期的警察宿舍改建而成，有兴趣的可以绕过去打卡拍照。而行启纪念馆现在发展成斗六的重要展演中心，有你喜欢的活动的话再来就可以了。远一点的地方有个观光夜市可以逛。接着终于到了云林县最多景点的古坑乡，在铁道公园这边呢有一个绿色隧道，每个周末都会举办假日市集，会有很多卖农产品和小吃的摊贩。每年4、5月的时候也可以去荷包山公园赏油桐花，在赏花的同时还能参加4月底举办的客家桐花季。再往下就是剑湖山游乐园，这是全台湾我最喜欢的游乐园之一，它里面有一个叫冲锋飞车的设施，超级好玩，每次来这里都会坐很多次，加上去剑湖山的游客好像都比较少，排队排很快。总之我觉得这个设施和草岭是云林最好玩的旅游景点了。在快乐游玩的同时也要注意想看的节目表演时间。接着往东走就是草岭风景区，到达草岭后有3条路线可以选择。第一种是轻松简单型，从五原两角沿着山林步道到达云岭之丘看风景后，就可以折返到五原两角。
第二种是从五原两角出发，沿着木马步道、风之舞台和明镇到达穹顶竹棚后，再返回五原两角，这样大概会走3个小时。如果是到风之舞台就返回的话，则是大概要1个半小时。最后，若是不赶时间，就可以随意走走就可以了。附近的莲心祠、石壁仙谷、蓬莱瀑布、峭壁雄峰和万年峡谷也是来草岭推荐去的。特别说一下，如果来峭壁雄峰，有2条路可以到达。第一种是从慈明寺走步道下去，虽然它比较好停车，但是来回的阶梯也比较多，会爬得比较累。但如果从小天梯前往，不用爬太多阶梯，但是也比较不好的停车，所以去的时候要自己斟酌一下。最后来草岭还可以去爬嘉南圆峰，高度大概是1000公尺，通常会和旁边的石壁山一起攀登。途中的巨木竹林和山上的景色都很美。另外，下山后有一间九冲公庙，提供免费的泡面让山友补充体力。假日还会有一些摊贩来卖食物。OK， 那么这些就是来云林推荐去的景点。至于住宿的问题，应该是不用担心。去云林的行程建议安排1日游就可以了。如果你想在古坑玩比较多天的话，就在你去的景点附近找就可以了。不然就是等行程结束，发现时间还有很多，也可以选择回到斗六去住，顺便还可以逛个夜市。希望这部影片对你们有帮助，有问题也可以在评论区留言。我是阿发布子，我们下部影片见。